全自动升档，不用我按加，只是我需要按减就好了。哦，很棒 ，man！ 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冲上云霄系列啦。如果你们看我上一集视频呢，我是试驾这一辆 Toyota Corolla Sport， 对，没错 ，Recon 版的来到这儿的。如果你在马路上看到短尾的，都是 Recon 的，因为马来西亚根本是没有售卖啊，它都是卖 Corolla Altis Sedan。这辆车在日本总共有卖3种款式，有 Touring， 就是说的 Wagon， 有 Hatchback， 还有 Sedan 的啊。这辆车很帅气，有点像 GR Corolla， 有没有？但是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了。话不多说，我们冲上云霄 ，Let's go！ 这辆车是一具 1.2 公升的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啦，可以产生115匹马力，还有185个牛顿米的 Direct Shift CVT， 有模拟时速的。起步是用这一个变速箱，这辆车的操控一定是很好啦。前是麦花臣，后面是 Double Wishbone。据说下一代的 Altis 呢就没有再用了，可能 Corolla 也没有再用哈，所以到时候再看，这个只是一个 rumors 啊。那我们上去试驾，现在挂到 Sport， 还有 Manual Mode， 我看不到哈 ，GoPro 遮住我的那个档位显示，但是它还有时速啊。起步是用这一个档位，所以有一点 Torque Converter AT 的感觉，有没有？但我上的2档就是 CVT 哦。可是哦，这套 CVT 就像我上个影片说过，它很有冲劲的一个 CVT， 反应非常快。甚至我之前驾过的 Toyota Super CVT， 就好像 Toyota Altis 的那一颗，我都觉得很棒了的。这个更加棒，反应更加快，有没有？真的很像 AT， 很有乐趣哦，这个 CVT 很喜欢。这个是你驾的 Honda Civic 给不到你的这种驾驶体验，尤其是在 CVT 这一块。我很喜欢它的方向盘的，现在蛮紧凑的，这个重量蛮好的，它不会过轻。有1.2 Turbo， 虽然它的 Turbo 不是什么大 Turbo， 它是感觉到，如果你换算起来，它跟1.8公升 NA 差不多啦。可是它的好处就是扭力来得早哦，可能3000到4000段，你看都已经动力非常强了。哎呦，有车吗？没有。这个踩到弯会有一个 kick down button 按下去了，有点像欧系车这样哦。哎呦，巴士上不去啊！不会吧？不要跟我说他用1号摇啊！真的最怕就是这样，你一定要 keep 着那个 momentum 上山啊，要不然真的会很辛苦啊。我们做旅游业的人都知道，做导游的人，每次看到巴士司机讲去驾车，还是用这1档哦，现在哦。对。这个轮胎不是很新啊，但是你会发现到它整个悬挂很solid。
支撑性非常的好，然后它的骨架很好，这个是用这一个 TNGA 系哦，刚性很棒，不再像以前的Toyota，这个车身会比较硬一点点。自动升档，不用我按加，只是我需要按键就好了。哦，很棒 ，man！ 也很好玩的这样子，我无法想象它，因为它这个入轨版的话呢，它可以选择你要是 auto 还是 manual 的。如果是 manual，它是一个6速的手动变速箱。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买价值乐趣好的车，大概买3000到5000左右呢，这辆车是可以给到你的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嘉伟啊，他的这个 IG 我会放在这边，你们可以去看车，价格到130到150了，我觉得蛮值得买。如果是160以上，我觉得是贵啦，真的。而且它主要是它有现货哦。Mazda 3真的要等很久，而且 Mazda 3它没有 Turbo， 它是一个2.0，不是讲没有力，可是就是要来高转才有了，这个低转就扭力已经发挥的这个185个高，它这个 CVT 无可否认是很棒，至少不会像新款的 Toyota Vios。It's DCVT man, it's totally different thing。哇哦 ，DCVT 是把一个牙放在后面，高速的时候用。Direct Shift 呢，就是把一个牙放在前面起步的时候用，所以他们会比较有力，他们讲啦，而且它的这个动力传输也是比较好一点。它刹车蛮不错的，这个车重大概1300到1400公斤左右，不会很重 ，OK 的啦，很配合这辆车的这个动力跟这个操控。哦，车身很定哎。车轻的是少而且你要记得它是原装悬挂哦。可是如果你比起马来西亚卖的 Toyota Altis 啊，它的这个悬挂会比较偏硬一点，OK， 就是调教来硬一点点的，也不会很多，这很明显你可以察觉得出来啦。Altis 是偏真的是家用舒服的话，这个轮胎，一点点流胶的轮胎。可是抓地还可以啦，不会很差了。我们驾冠云顶的人呢，是说什么呢 ？Response 真的很重要。这个油门反应啊，还不会真的迟钝turbo 不会很 lag， 但是你还是要给一点点 turbo 时间去转啊，虽然不是什么大turbo啦。巴士的 body roll 看到吧？如果用 air suspension 那种还 OK 啊，用 spring 的话是真的很，可是坐在里面没有什么感觉的哦，巴士。哇哦！你看它的这个，你看我降档啊，是不是很像在驾 DCT 嘞？很棒哦，真的是赞不绝口。我目前驾过最好的 CVT 就是这一套了，真的。我不是夸张的，真的。Subaru XV 那些都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哦。当你做升档的时候，它会那种冲劲哦。以前的 Vios 有了，知道吧？现在新的 Vios 就没有了。DCVT 就没有这种感觉啊 ，Super CVT 会有。可是这个 Direct Shift 的话，它就是做的比 Super CVT I 它的换挡来的更加紧凑、更加快和反应，而且它时速模拟哦，好像我一直在升档，这样升不完的感觉，就好像之前我驾的 Vios 的 GR Sport 这样。可是很明显，这个肯定是比 GR Sport 那个 Vios 来的更有力啦，人家才1.5内嘛。开一点 compressor 了。这样高音 OK 吗？定哦。坐在隔壁应该是哦。然后这辆车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买到跟 GR Corolla 跟 GR Yaris 同款的椅子。Low spec 的没有是吧 ？Low spec 是 Altis 椅子，但是布。哦。应该是跟 Altis Low spec 一样的。
只有这个 high spec 才给到完你所有东西，可是价钱应该差不远哦。10到20，看 condition， 看这个 mileage 跟 condition 啊。这辆车的 mileage 是2万多，可是里面内饰啊，我真的找不到任何的刮痕呢，很漂亮，几乎像新车这样的。没有一键闪3下，应该要在里面做 setting 啊，应该要是咯是咯。By right， 这个年龄的车都是有了的，要另外set。对对对。省油嘛，你这个车你也是叫同款的，可是美诺的。油脚比较重一点啦，然后每天在 sport mode 的。哦，美诺都可以一直用 sport mode。满油普通打80多，跑510样，你可以哦，CD 加 highway。可以哦，不会很吃哦，可以哦。因为美诺讲都是会比较省的啦。我不是讲 CVT 不好啦，CVT 也是可以的。美诺的话通常会 OK 一点。看脚，黄金右脚哦 ，bro。OK， 踩得完。这个一档会拖到很长一下哦。现在好像换 CVT 了，我刚刚 feel 到了，在4500左右啊，从一个档位上到 CVT。哦。So sorry， 谢谢你。哇，这个过完像切豆腐一样。轮胎胶都没有问题啦，这个车真的是可以啦。它的这个悬挂的很扎实，而且是舒服的，有一点软中带刚的感觉。你看哦，这种左右灵活性啊，真的是很棒。可是我已经踩完了哦。你不要把这个1.2德波想象成好像一个1.5德波还是怎样，它毕竟还是底气在那边的。哦，哥，哇，他的想要换链，但是他又看到我在隔壁，就是要冲出来斗水印哦。哇，他的 ESC 很 OK 嘞，顺着过弯嘞。我记得以前我驾阿迪斯的sedan的时候哦，它 TNGA 的那款啊，就过弯的时候呢，它就会把后面的刹车卡钳压一下这样，你会感觉到，这辆车没有感觉到太大介入，会 cut power 啦刚刚啊，它后面的刹车卡钳还不至于那里，也很可以踩着油阔的，动力不是很大，可以这样子做。这个时速的好处就是哦，我可以把那个档位啊弄得密一点，我可以随时把它保持在我要的转速，尤其是高转那方面。你看它很肯去哦，它很肯上到6000转跟你升档。新款的什么 DCVT 那种会比较保护一点，那就，可是 DCVT 跟这个城市根本是不能拿来比的哈。像切豆腐这样，真的过的。这是我最近加过一个，不要讲 Golf 啦，最近的比较普通的家用版车里面最好的操控里面了，真的是。哇的，这种 hatchback 又不是很重的车，就是过这种急弯的时候啊，特别的爽的哦。
慢一点点下来哦。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油温上了一点点，不是油温的，sorry，水温，所以上来一点点我就要小心一下，因为还是比较怕的。德波车就是这样的哦，德波车就是会怕这个水温的问题还是怎样。OK， 我放在我多么啦，也是很可以的。基本上你不用 pedal shift， 你不要一直拉猛踩高转，你用 auto 的话，它大概 sport mode 会停留在一个2500转，保持在那边，所以也是有动力的情况的啦。哎，它的水温开始跌下来了，哎，很明显的，它直接这样哦，你看，我靠，什么鬼啊，老大！我觉得安装一个卢菲会更好啦，你看到那个数字会比较安心一点。这种针啊，没有数字的话，它的 limit 在哪里？哦，我不懂它 limit 在哪里。OK， 现在保持着大概4000转，我不会猛踩高转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呀、还是有力的、你没有在 manual mode 的话，你会感觉到那个转速又 lagging，turbo 又 lagging， 还是 manual mode 是真最好的，因为它可以保持在高转。当我松开油门的时候，这是刚刚喷白眼那辆吗？不是哦，不是，那是 Hyundai 的。哇，一刷到都可以这样子上山。其实最艰难还是这个 Stage 2的时候，就是攀山之后。如果一个 Corolla 的 Sport 就是 Hatchback 版本，它的操控已经这样了，你能够想象它是一个 GR Corolla 带四驱，又1.6 Turbo 3缸涡轮增压的嘛？感觉怎么样？那个车位啊会飞天哦，不愧是拿来 always on track ready。我稍微再踩一点它就上了，这个可见这个 Stage 2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哇，很晒很晒，天气热啦 bro， 真的，天气热的话车都会比较，你看连奥迪都不踩啊，看到吗？哎呦 bro， 反应好。车身反应又好，动力反应又好，啊，无话可说。Normal Eco， 这 Eco 很明显感觉到那个车不可以去，没有力的感觉。给你个两天到3000转的那个限制的感觉。是哦，好像那个转速也不会少啊。先说一下我对这辆车的第一印象哦，就是它的 CVT 的开始。我一上手的时候，当我用这个 manual mode 的时候呢，这一个 CVT 真的是与众不同。以前的 Toyota Corolla Altis 用的 Super CVT-i， 它的感觉已经是跟其他普通的 CVT 都完全不一样了的。它的调教哦很紧凑，它每一档升档跟降档反应非常的好。这一套 CVT 真的是加起来很像 DCT。可是你还是感觉到那个动力被限制了一点点，因为它根本不是 DCT 啦。如果是真的 DCT 的话，那个动力更加直接，马力也更加的大。这一副引擎1.2公升的4缸涡轮增压呢，动力其实跟1.8公升的自吸啦差不多。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是德波啦，你可以做一点 remap 啊或者 chip tuning 这样的东西。这辆车是用的 TNGA-C， 后面是用的 double wishbone。跟你讲，它的操控真的是很棒。我之前在驾的 Corolla Altis 的时候，我都赞不绝口了的。如果这一辆车少了一个屁股，像这个 hatchback 的话，更加不用讲。
可以讲的，我在原装车里面来讲啊，我还没有驾过 Mazda 3啦，所以我很难讲 Mazda 3的感受。如果你拿来跟 Swiss Sport 来比，哎，真的可以跟 Swiss Sport 比嘞，不是开玩笑的嘞，过弯的完全是 OK 的，这样子来比下山哦，没有问题。原装避震哦。很扎实的一个避震器。那如果你们想看这辆车的改装例子的话，你们不妨可以去 follow Carwin 的 IG， 它的车是蓝色的哈、然后有 S 是吗？你的车？对。就很出名的一辆啦，你们可以去 follow。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买这台车，或者是看这一台车，还有很多辆车的现货啦，你们可以去看，或者是你们要 direct import 都可以去找他们。这一个 Corolla Sport 就到这里啦，没有什么话好讲，只是说动力会比较差了一点点，就这样。因为毕竟还是一个1.2公升而已嘛。操控手法 overall 是非常棒的哈，配置也是很好，有Toyota Safety Sense， 所有的配备该有的都有到完。可以非常感谢Carwin，谢谢你的时间。以这个130千到150千的价格，能够买回来这种帅气、时尚、少见的车是不错的。如果你是考虑到 service maintenance 上边引擎的零件啊，没问题的，容易找，只是说可能那个 bumper 车灯撞了之后啊，这个要外国订回来啦，所以你家这台车要比较小心一点哦。基本上改装物品的话都不用怕，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你们比较喜欢 Mazda 3的样子，还是 Corolla Sport 的样子。小孩子才做选择，我2个都要。好了，各位也好，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了，拜拜。